俄弹药库连环殉爆，战机团灭。乌军引爆俄绝密军研所，温压弹生产线彻底瘫痪。俄毒气油轮爆炸，氨气泄漏。乌海空编队奇袭新罗西斯克港。8枚无导弹再次炸断科什大桥。俄远东输气管道离奇爆炸。俄能源富豪被捕。埃及退货，苏35成废铁。乌指控俄罗斯逼迫老挝参战。卢卡申科称，乌克兰只是俄罗斯和白俄征服欧洲计划的一部分。精彩资讯马上开始。据乌总参谋部证实，乌克兰特种部队联合其他部门向沃罗涅日的工业中心发起了突袭，目标则直指俄军的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军用机场。现场视频显示，乌军无人机成功突破了俄防空系统，径直撞向了俄军弹药库，随即引发剧烈的爆炸声，并引发大火。从火灾规模看，乌军的攻击肯定引燃了里面的弹药，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2次爆炸。初步估计，该机场弹药库和一架战斗训练机被摧毁。NASA 的卫星地图也在该基地附近检测到了有大面积的火灾痕迹，且评估认为很可能有更多的俄飞机在空袭中被摧毁，包括但不限于苏30、苏34和苏35等战机。目前详细的战报正在统计中。值得一提的是，在6月的蛛网行动中，鲍里索格列布斯克机场就曾遭乌军重创，而现在乌军正在重启类似的打击。因为除了该机场外，萨拉托夫的恩格斯空军机场也被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机场网络陷入瘫痪。甚至一些俄罗斯频道表示，乌军还袭击了库尔斯克的哈利诺空军基地，并成功打掉了俄军的一个航空弹药储存点。更为关键的是，乌军可能再次摧毁了一套铠甲 S1 防空系统。与此同时，乌军在打击俄机场和空军基地的同时，也针对打击了那些为俄军提供军需的俄罗斯工厂。如据乌总参谋部报道，乌军突破了俄罗斯防空网，径直打向莫斯科东北方向的谢尔吉耶夫，并成功命中了当地的军用化学研究所。据悉，该研究所专门为沙赫德无人机生产战斗部，比如温压弹等部件。而莫斯科附近的利佩茨克地区也发生军车相撞的事故。据悉，至少有6辆满载装备的俄军车辆起火燃烧，当地人表示则看到无人机的身影。又或是乌克兰确认表示，其还打击了切伯克萨雷的核设施军工进步公司。现场影像清晰地捕捉到了乌军无人机命中工厂的瞬间，直接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据悉，该厂除了为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提供零部件外，还生产用于防电子战设备的彗星天线。但在遇袭后，该厂目前已经暂停数个车间的生产。除此之外，别尔哥罗德、布良斯克和罗斯托夫等地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空袭，尤其是别尔哥罗德的舍别基诺镇，在遭到多架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当地一座伪装成化工厂的武器仓库被击中，里面的弹药随即被引爆。流出的画面显示，该仓库前后共发生了10多起爆炸，浓烟笼罩了别尔哥罗德的天空，目前大火还在持续燃烧，破坏程度估计不下于前几天遇袭的顿涅茨克弹药库。以上乌军对俄军空袭基辅的最直接回应，可见乌军的行动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而俄罗斯受空袭影响，被迫全面开启地毯模式，对各个机场实施了临时管制措施。其中最严重的是莫斯科最大的谢列梅捷沃机场，超过50架班次被取消，170多架航班被延误，大量旅客滞留在各地机场。类似的场景之前就发生过多起，特别是在5月胜利日活动期间，莫斯科4大机场都被迫关闭。当然，乌军不仅对俄军事基地恢复了打击，在意识到只打军工厂无法彻底摧毁俄军战力后，就瞄准了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命脉——能源工业。首先是最新发生的爆炸事件，俄罗斯油轮生态巫师号在停靠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时发生了2次爆炸，造成船只向左倾斜并开始下沉。据悉，这艘油轮这一次的运输货物是氨气，目前23名船员已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码头紧急服务部门也正在努力消除事故后果，以终止相关货物的装载工作。据俄交通部和监管部门初步报告显示，爆炸发生在装载作业期间的机舱内，已导致液氨轻微泄漏。爆炸的具体原因尚不清楚，但奇怪就奇怪在这里，如果只是轻微泄漏，又怎么会左倾沉没呢？显然俄罗斯官方的说法不够准确，这应该是颇为严重的事故。另外，这艘邮轮悬挂的是马绍尔群岛国旗，因此这艘邮轮可能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部分。据统计，这是今年以来第6艘在俄罗斯港口停靠后发生爆炸而以各种方式受损的船只。
其次，乌军向俄罗斯海域发起了新一轮攻势。综合战争研究所和开源情报消息，乌军动用无人机群和无人艇编队袭击了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和黑海舰队驻地。从流出的画面显示，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艇在突破俄港口防御后，前者径直打向俄防空系统，后者则发射导弹瞄准港口重要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一时间，俄港口和驻地一带传出了连续的爆炸声，且伴随浓浓的黑烟。俄军使记者报道称，新罗西斯克的俄军损失惨重，目前详细战损正在确认中。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支持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在打压俄罗斯油价，打击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如德国即将开始检查通过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俄影子舰队油轮是否拥有有效的石油污染保险，又或是欧佩克组织同意在8月份将石油日产量提高到 54.8 万桶，进一步加快增产。连续5个月的增产让俄罗斯石油赢麻了。据悉，从4月份开始，俄罗斯乌拉尔石油跌破60美元每桶，更是在6月跌至50美元左右。随着欧佩克继续增产，俄罗斯石油价格将进一步下跌。随后，乌军还对临近的克里米亚发起了多轮打击。据奥斯特频道报道，早些时候，乌克兰海军向克里米亚一带发射重型无人机，打击了俄军的雷达系统。后经乌克兰官方证实，乌军成功打掉了俄军一个雷达指挥中心，并摧毁了俄军 ILM-M 和 ILM-D 系列雷达。紧接着，就在昨天，乌军发射8至10枚导弹袭击了克什大桥，导致大桥被短暂封闭交通。这些袭击表明，乌军对整个黑海的行动都在加强，尤其是对新罗西斯克港口的打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里作为俄罗斯石油的关键转运点，该港口承载着战略能源的重任。而黑海舰队从克里米亚整体撤出后，也抵达了此地，它实际上成为了新的军港。此外，乌克兰特工也在全面打击俄能源经济。据 RBC 新闻报道，俄罗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一带的燃气管道爆炸。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条军用管道，长期以来它都在向太平洋舰队的俄第155海军陆战旅供气。此外，向该旅供应饮用水的管道也在爆炸中被毁。对此，外界预计认为这很可能是乌克兰特工发起的破坏行动，因此早些时候该水域的一艘货轮鱼尾狮号才刚起火爆炸。虽然俄方表示这是一艘油轮，但从爆炸的规模看，其内很可能隐藏了武器弹药。而且火力军说过，今年乌军行动的一大特点就是开始更多的攻击俄罗斯后方腹地，包括远东地区。俄军在远东地区的弹药库和空军基地都相继遭遇了猛烈打击，没理由会放过能源设施。有意思的是，为保障国内经济稳定，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内人士的管控力度。如据德新社报道，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的副总裁安德烈·巴达洛夫被曝在莫斯科坠亡。对此，俄媒塔斯社发布报道，强调该起事件为巴达洛夫是自作自受。虽然俄罗斯当局截至目前尚未公布巴达洛夫坠楼案的进一步调查结果，但许多网友质疑此次的案件可能与俄罗斯政府的清算行动有关。又或是 X 平台消息称，俄罗斯第3大金矿开采公司南乌拉尔黄金公司负责人兼亿万富豪康斯坦丁·斯特鲁科夫，在搭乘私人飞机准备逃往土耳其时，突然遭到 FSB 探员逮捕，并被带回莫斯科拘留。对此，莫斯科时报报道称，莫斯科当局试图将南乌拉尔黄金公司收归国有，并以涉嫌利用政府职务非法取得南乌拉尔黄金公司控制权为由，对斯特鲁科夫提起诉讼。报道称，此次莫斯科当局直接逮捕斯特鲁科夫的行为，是克里姆林宫在战时夺取关键私人资产的最新例证。一些网友也讽刺地表示，斯特鲁科夫钱没留下就想走，想得太美了。认为斯特鲁科夫只能像巴达洛夫一样，以从窗户逃走的方式来躲避莫斯科当局的监控。纵观这3年来的俄乌战争，许多俄罗斯高官和富商都相继发生多起坠亡事件，且都是与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巨头有关。随着战事的继续，火力军认为类似的事恐怕还会发生。俄军不仅继续向乌克兰境内的基础设施发起袭击，同时据卫星图像显示，俄军正将图95战略轰炸机从后方调回，这表明俄军很可能还发射了远程导弹，重点目标将包括基辅等地。在最新7月6日的袭击中，俄军发射了157架无人机和4枚导弹，袭向乌克兰多地。乌克兰防空部队虽击落了其中117架无人机，但剩余弹药仍对乌克兰造成了损伤。如基辅的 TEC6 发电厂就发生了爆炸，导致第尼普罗夫斯基区部分断电，而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则已造成了建筑物倒塌和人员伤亡。
如尼古拉耶夫州的10栋住宅大楼和一家餐厅就在袭击中被毁。目前，乌克兰消防员正在进行救援。这是俄军发起的又一轮大规模空袭。在美国宣布暂停部分军援后，莫斯科旋即加大了攻势。尽管特朗普随后改口声称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但他反复无常的立场还是让火力军比较担心的。而当他被问及何时能结束俄乌战争时，特朗普变得不自信了，没有再说24小时之类的话，而是直接表示我不知道。或许现在大家乃至全世界基本都认识到他根本无力解决俄乌战争。特朗普上任后几乎没给莫斯科任何压力，反而是时不时施压乌克兰，因此对乌克兰而言是不能太指望特朗普时期的美国的。如今只有欧洲才和乌克兰是一个整体，在第一时间就宣布增加了援助。据图片报披露，德国正计划从美国手中购买至少2套爱国者系统，并将其提供给乌克兰。德国政府发言人科内柳斯随后证实了这一消息，表示德国正就此和美国进行密集谈判。此外，科内柳斯还表示，德国还准备提供其他防空武器。与此同时，泽连斯基突访丹麦，会见了国王弗雷德里克10世和首相梅特。事后，丹麦承诺在担任欧盟轮值国期间争取更多的援助，并推动乌克兰尽快加入欧盟。此外，丹麦还将敦促欧洲对匈牙利实施全面制裁，因为该国已经严重违背欧洲的价值观。长期以来，匈牙利也都试图阻止乌克兰融入欧盟，并且阻挠欧洲对基辅的军援。其他对乌援助还有葡萄牙宣布拨款2145万欧元来支持乌克兰的空军和为乌军提供情报信息。瑞典也送来了新一批价值1.3亿美元的军援，其中包括10套弓箭手自行榴弹炮、远程无人机和水下航行器等装备。值得注意的是，埃及取消了同俄罗斯签订的苏35战斗机的供应协议。埃及表示，该战机的雷达已经过时，发动机的效率也低下，而且电子战系统相对脆弱，难以满足未来空军现代化作战的需求。莫斯科方面则声称，埃及是受到了美国的压力，但无论是否是整治原因导致订单取消，苏35战机在俄乌战争中多次被乌军击落是不争的事实。俄空天军自身装备的苏35实战表现都如此不佳，出口给埃及的阉割版苏35，其性能自然令埃及担忧，取消订单也在情理之中。俄乌前线战场，由于近几日双方战斗虽以空袭为主，战线并未有太大变化，但战斗激烈程度丝毫不弱。库尔斯克乌军在乔特基诺和格卢什科沃方向对俄军第119空降团阵地发起了突袭，目前战斗正在激烈进行中。值得注意的是，继朝鲜后，又一个亚洲国家老挝被曝向俄罗斯提供支持，加入了俄乌战争。据乌克兰情报总局发布的报告显示，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正试图让老挝卷入俄乌战争，其正在组织老挝部队参与库尔斯克地区的扫雷工作。而老挝方面最初表示，最多愿意向俄罗斯派遣50名工兵，但可能受到压迫，现在派遣的具体数量变得未知。此外，老挝还准备为受伤的俄军提供康复治疗。目前莫斯科和老挝官方尚未做出回应，相关消息有待证实。一旦确认的话，这将是第4个参与俄乌战争的国家。如今朝鲜已公开承认派兵进入到了战场，并且一直在向俄罗斯运输弹药。现在还不确定老挝是否也会援助炮弹，如果有的话，应该也是和朝鲜一样，俄方设厂，他们派工人的模式进行。毕竟老挝自身很难长期向俄军输送武器。俄乌战争已经打了3年，俄罗斯如今竟需要朝鲜甚至是老挝的帮助才能维持攻势，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如人口方面，据莫斯科时报披露，俄罗斯正在对人口数量的资料进行保密。俄罗斯统计局本周就发布了5月份的社会经济状况报告，但里面已经没有了人口出生和死亡的数据，甚至移民人数和结婚率的资料也消失了。俄罗斯这是不想让人以此推测出前线的真实战损。同时，乌克兰在此时披露这条消息，是不是希望北约和欧盟以更大的力度介入战争？即便不能让北约和欧盟以同等的方式派兵支援乌克兰，但至少也要在援助方面跟得上呀。回到战场，乌军连发海马斯导弹击毁托列茨克俄军基地。据诺尔报告报道，乌军动用海马斯系统朝着托列茨克的俄控制区进行了猛烈炮击。流出的画面显示，俄军基地遭到了严重破坏，所属车库被完全击毁，到处都是建筑残骸，现场一片狼藉。现在确切的战况和位置还有待验证，但从俄军拍摄的视频中可知，这处俄基地算是彻底报废了。此外，在乌东的俄军后方，乌军无人机部队还打掉了25公里处的火炮阵地，
击毁了俄军一门152毫米火炮。而之前乌军击毁俄第8集团军总部的事，也有了更多的战损传出。据悉，除了司令戈里亚奇金外，第8军的通讯系统负责人瓦西里·斯基耶尔涅夫斯基也在袭击中身亡。当时乌军曾向该地发射了暴风鹰巡航导弹，直接炸毁了第8军的指挥总部。这是近期乌军清除高级指挥官的一部分。在那之后，俄海军副司令古德科夫和其他军官都被曝阵亡，这些都是和乌克兰空袭俄罗斯后方同步展开的。此举是否是乌军在暗示接下来还有更大的行动，让我们拭目以待。扎波罗热前线，据 RBC 新闻报道，乌军的米格29战机日常出动，此次打击目标是波洛西附近的俄军阵地。米格29在发射了数枚 GBU-39炸弹后，战场旋即飘起烟雾，俄军相邻的3块阵地都被击中。这是乌克兰对扎波罗热发起的最新行动，成功拔除了俄军的关键据点。此外，在扎波罗热的斯特里维一带，乌克兰特工还袭击了一辆装载有3名俄军无人机军官的车辆。据悉，这3人都来自巴尔斯萨尔马特部队，创始人是俄航天局的前局长德米特里·罗戈金。总之，从空中到地面，乌克兰的攻击正在持续加强。早些时候，乌克兰还在该方向整合了陆军的3个旅，他们分别是第128山地突击旅、第65和第110机械化旅，都为乌军中的王牌精锐。这3个旅将加入新成立的第17集团军，部署在扎波罗热地区，从而共同负责这一带的防御反击。至于第17军的司令人选，尽管乌克兰还没有正式公布，但外界预计刚刚从第65旅离职的指挥官伊兹巴什将会出任。以上一切迹象都表明，扎波罗热的战斗规模还会不断加大，更多的恶战还在后头。值得注意的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公开讲话中不再嘲讽特朗普早上说一套，下午做一套善变，还声称乌克兰只是他们征服欧洲计划的一部分。他说，如果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继续服务于北约的侵略计划，他们都可能被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吞并，再次从世界地图上消失。狂啊！卢卡申科演讲是真的狂，可能在他看来，不仅仅是俄罗斯，连白俄罗斯也支棱起来了。为了应对西太平洋威胁的快速发展，美国海军正在逐步强化其分散式海上作战的构想，并对其无人水面舰艇的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此前，美国海军独立发展的中型和大型无人舰项目将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整合，从而提升研发和部署的速度。美国海军高层透露，未来将寻求一种可负担的通用舰船设计，以取代目前大、中型2种不同的舰型，从而实现多线同步制造，并能灵活搭载各种载荷。美国军方透露，新的通用无人舰将采用模块化设计，船长约61米，能搭载最多4个标准模块舱，每个模块舱可以搭载反舰导弹、防空导弹，甚至是激光、高功率微波等概念武器。之前呢，我们也是报道过美国的新一代实验舰挑战号，该舰在设计之初就完全排除了人员操作，具备完全自主航行能力，在可靠性和隐身性上会有突破。其是否会成为未来通用舰船的原型，目前尚待观察。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美国无人舰艇的目标与乌克兰的战术性自杀无人艇不同，更注重与整个海军作战体系的深度融合。有分析认为随着此次技术路线的日益清晰和整合方向的确定，美国海军无人化的进度肯定会加快，随之而来的战略转向的步伐肯定也会加速。现代舰船7月号也刊文称，基于俄乌战争的实战经验，再加上美国预算和技术竞争的压力，美国海军传统上追求的全球海权优势正在逐渐丧失。因此，为了应对当前局势，美国海军可以放弃追求全面的优势战略，转向单纯的拒止战略，从而限制对手在关键海域的行动能力。火力军认为，目前美国海军的下一代作战平台迟迟未出，对美国海军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这种空白期，如果能精准抓住趋势，准确地转向未来战争，倒也不是一件坏事，至少可以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嘛。至于说美国工业空心化，造船业能不能接住这泼天的富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好了，本期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是什么让卢卡申科说出这样的狂言？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